你好呀，這裡是 Momo 的投資筆記。上一期分析 AMD 的時候，股價是 534.39 美元，我給出的評級是中性，而且明確說這個位置不適合追高。現在股價只回落了 3%， 但公司剛交出來的財報卻比當時的預期強得多，季度營收增長 50%， 數據中心收入直接翻了1倍，利潤增速更是跑到了營收前面。問題也就來了，基本面確實變強了，可現在 518.58 美元的價格到底還有沒有值得買的空間？我研究了一圈，今天直接把結論說給你听。我的評級從中性上調為謹慎增持，但只適合等回調分批參與，不適合看到財報漂亮就追進去。至於合理價值在哪裡，什麼位置開始買，哪種情況說明判斷錯了，後面逐一展開。AMD 現在最大的变化是数據中心已經真正接過了增長主線。過去大家買它更多是在賭它能不能成為英偉達之外的第二家 AI 芯片供应商。這份財報則說明，這個故事已經不只是停留在訂單和發布會上，而是開始大規模進入收入和利潤。我梳理了4個最關鍵的數字。第一，第二季度營收 115.36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50%， 也比上一季度增長 13%。第二，数據中心營收 67.18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107%， 已經占公司总營收的 58%。 也就是說 AMD 現在每賺進來的100美元收入，差不多有58美元來自數據中心。第三，非GAAP 經營利潤率達到 27%， 同比提高15個百分點，收入增長 50%， 經營利潤卻增長 245%， 規模效應已經非常明顯。第四，三季度收入指引大約130億美元，中值同比增長 41%， 環比再增長 13%。 所以这次財報真正重要的不是單季數字創了紀錄，而是管理層告訴市場，下半年數據中心還會繼續加速。上一次的不追高沒有錯，但在增長已經進一步兌現之後，評級也應該跟着基本面調整。AMD 最新價格是 518.58 美元，財報公布後反彈約 7.2%， 盤中最低到 463.99 美元，最高衝到 532.02 美元，單日振幅接近 15%， 說明多空雙方對這份財報的理解差異很大。把時間拉長到過去52周，最低價是 141.90 美元，最高價是 584.73 美元，當前價格處在整個區間大約 85% 的位置，距離高點只回落 11.3%。 去年8月，市場還在懷疑 AMD 的 AI 收入能不能真正兌現，股價一度只有 141.90 美元。到了今年6月底，隨着 AI 合作、Helios 機架和新一代芯片的預期不斷升溫，股價衝到 584.73 美元。現在的走勢不是低位反轉，而是高位震盪。短線可以回調，但想重新走出趨勢，仍要看後續收入能不能持續跑贏已經很高的市場預期。接下來聊聊估值。先說結論， AMD 的增長足夠強，但 518.58 美元這個價格已經不是在為今年的利潤買單，而是在提前買2027年的成績。按市場對2026年每股盈利大約 7.50 美元的預期計算，預期市盈率接近69倍，即使用2027年 12.82 美元左右的盈利預期來算，市盈率仍然超過40倍。用今年盈利算市盈率，就像只看一個人現在的月薪估身價，沒考慮他明年漲薪。但 AMD 的問題恰好相反，市場不僅把明年的漲薪算進去了，連後年的升值也提前算了一部分。按二季度收入簡單年化，公司企業價值大約是年收入的18倍。這同樣說明估值裡已經塞進了非常高的 AI 增長預期，增長和估值放在一起看， PEG 大約在 0.9 倍附近，不算完全離譜，但前提是未来2年的盈利必須持續高速兌現。財報前分析師平均目標價大約571美元，只比現價高 10% 左右。我用3種情景加權後給出的基礎目標價是595美元，對應約 15% 的上行空間。這個空間可以支持謹慎增持，卻還不足以支持重倉追漲。基本面先說亮點，再說問題。二季度 GAAP 毛利率 54%， 非 GAAP 毛利率 56%， 非 GAAP 經營利潤率 27%， GAAP 淨利率接近 20%。 最後按 GAAP 口徑大約有20美元成為淨利潤。數據中心業務不只是收入翻倍，經營利潤也達到21億美元。
說明 ePYC 服務器處理器和 Instinct 加速卡正在一起貢獻利潤。客戶端收入增長 23%， 嵌入式業務增長 19%， 也不是只有 AI 這一條腿在走路。現金等價物和短期投資一共 131.11 億美元，總債務 32.26 億美元，淨現金接近99億美元，資產負債表很穩。按當前利潤率、資產周轉和較低的權益乘數粗略拆解， ROE 主要靠盈利改善推动，不是靠高槓桿硬撐。不過問題同樣清楚，遊戲收入下降 31%， AI 芯片仍然面對英偉達的軟件生態優勢和雲廠商自研芯片的競爭。二季度自由現金流 15.58 億美元，雖然同比增長，但比一季度少了不少。AMD 的 beta 大約 2.47， 意味着它的波動通常顯著高於大盤。好公司好增長，不代表持有過程會舒服。把未來12個月拆成3種情景，多頭情景概率 35%， 目標價700到820美元。需要看到 MI450 和 Helios 放量快於預期，數據中心繼續保持接近翻倍的增長， ROCm 生態和大客戶部署明顯加速。同時2027年每股盈利超過14美元，基礎情景概率 45%， 目標價500到620美元。公司完成3季度130億美元左右的收入指引，数据中心保持 60% 到 80% 的增長，毛利率維持在 56% 左右。2027年每股盈利落在12到13美元，這是我認為最可能出現的路徑。空頭情景概率 20%， 目標價340到430美元。觸發條件包括 AI 芯片出貨或客戶部署推遲，英偉達和定制芯片壓縮 AMD 的份額，非 GAAP 毛利率跌破 54%， 再加上高估值出現明顯壓縮。3種情景按概率加權，合理價值大約595美元。當前 518.58 美元位於基礎情景下半段，向上有空間，但下方也不是沒有坑。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。 AMD 這次的評級是謹慎增持，基礎目標價595美元。還沒有持倉的話，首批買入區間放在480到520美元，現價剛好在區間上沿，只適合建立第一批小倉位。如果財報熱度把股價重新推到550美元以上，我不會追。第二批增持區間放在440到470美元，前提是数據中心增速 56% 左右的毛利率和3季度指引沒有惡化。已經持倉的話，只要數據中心仍在高速增長，毛利率沒有轉弱，可以繼續持有。接近600美元以後，再根據後續指引決定要不要分批鎖定利潤。風險控制方面，跌破400美元只是價格警報，更重要的是基本面失效條件，數據中心增速降到 40% 以下，同時 FIGAAP 毛利率跌破 54%， 那就說明增長和盈利質量一起轉弱，需要重新評估。總結一句話， AMD 已經用財報證明自己不只是英偉達的備選供應商，但 518.58 美元也絕不是便宜到可以閉眼買的價格。業績允許上調評級，估值要求耐心等回調。如果你也在研究 AMD 或者 AI 芯片這套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。咱們下期見。